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78.43，收盘价是274.4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0.78。最低价是在273.77，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139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94 倍，量缩。KD 值开口变小，双线是继续上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减弱。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多头的趋势在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上影线略长，这是一根下跌的 K 线。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是有新高的出现，我们指的是较前一个交易日。那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但是呢，收盘价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那通常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5日均线值我们说如果在一个多头上涨的趋势当中，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那说明股价是要回档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 K 线上影线略长，说明呢上方是有压力的。那次日，也就是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收盘价不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继续回档的走势。那如果股价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甚至如果能够站上这根含上影线略长的这样一个小红 K 线的最高，那么后续股价将会出现反转向上，而继续维持目前的多头趋势。好，那当然，如果股价出现回档，目前从 K 线信息上看，它的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81.5附近。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70附近。实际在当日收盘价是在274.43，出现了回档。那我们预测的回档和实际发生的回档它们的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但是它们的性质是基本相同的，就是收盘价都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但是呢，实际发生的回档并没有跌破前一日 K 线的最低，这样一来呢，也是给后续股价的走势留下一个不确定性。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股价的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这是回档的重要标志。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也就是回档。那对于7月10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继续回档，
那它的目标依然是260，260是6月30日这根之前出现过回档之后齐涨的一根 K 线的最低。对，这是股价如果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它是一个叫做支撑位。那我们会看到，在7月10日到7月10日的时候，20日均线值将会超越260，所以目前股价回档，如果想要到达260呢，这个缺口是一个支撑，同时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呢，也将成为支撑。那20日均线值实际上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一旦在多头趋势，股价出现回档，跌破20日均线值，那将会转为空头趋势。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6月27日，股价出现回档，就是回踩了20日均线值，但它并没有跌破，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是继续上行，维持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所以目前股价如果回档，我们认为这个20日均线值依然是强支撑，如果被跌破，将会转为空头。所以我们说不用股价回档到260，只要跌破20日均线值，那将意味着股价会进入一个深度的回档。那在这里我们指的跌破是指收盘价跌破，在7月10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62附近。好，那一旦后续股价跌破了这个第一个目标，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41，这是股价在到达这样一个高档之后，只要出现回档，那241其实才是它真正的目标。那跌破241啊，将会出现底低，那将会确认一个空头的趋势，或者叫做转为空头的一个确认信息。跌破20日均线值将会转为空头，再跌破241将会确认这个空头趋势，所以这个位置是它的第二个目标。当然，一旦跌破第三个目标就是223，那跌破这个位置确认空头，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好，这是下行的3个目标：260、241和223。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有没有继续上行的可能？我们说当然有，因为在7月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并没有出现较前一个交易日的新低，也就是上方有压，下方有支撑。对，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啊，虽然跌破了5日均线值，它依然是有反转向上的机会的，因为在一个强势的多头趋势当中，我们会看到连续留下缺口，然后并没有回补，而是继续向上。所以如果股价想要继续维持目前的强势的多头趋势呢，它不会回补这个缺口，而是出现回档之后继续上攻。所以我们认为股价依然有继续上攻的可能。那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站上前高。在多头趋势当中，只要股价站上前高，就是要确认继续向上的一个信号。所以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84，站上它会继续维持这样的多头趋势。那么如果现在这个图一旦缩小呢，可能有些看不清，我们
只能缩小来看更大的区域。那284如果站上，将继续维持多头趋势，那它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14。我们在前几期视频都曾经说过，314是股价上行的真正目标。这个真正目标啊，是从6月6日开始确认的，也就是6月6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站上了这个高点，也就是股价出现了连续的回档，其实已经出现了头头低底底低的空头趋势后，然后在6月6日又重新站上了2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从这个位置开始，已经确立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就是314了，因为它要，就是这一波上涨一旦站上它就是314。好，那么股价运行到现在，如果继续上行，它的真正目标还是314。那在到达314之前，这条趋势线将成为压力。这个趋势线是我们自己定义的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2个低点建立的头头低的下行趋势线，它也是特斯拉日 K 线图当中的最后一根下行趋势线，因为突破它之后再也没有下行趋势线了。对，就是截止到目前，所以这个位置将会是股价到达314之前的一个非常强的压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因为空头要守这个位置，而多头实际上是要攻破这个位置。对，好，那314如果被站上，接下来的目标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414，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那么目前我们定义的第3个目标是385，是2022年4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还有在2022年1月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应该是在402，也就是400关口，这2个高点实际上只是压力位。那股价一旦站上314之后，我们从大的趋势来看，站上它之后，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历史最高，因为这是一个震荡的下行。从314开始啊，它是一个比较急的一个下跌。那股价一旦站上它之后呢，我们认为真正的目标是历史最高，这2个高点只是压力位。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几个点位的一个说明。其实在之前的视频都曾经描述过，但是今天是周一，本周的开盘，我们愿意把它再重复说明一下。那我们总结一下，上行的目标目前是284，第2个目标314，第3个目标384，这是股价上行和下行的目标。好，那么对于7月10日盘中，我们要给出观察位，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76到278，我们取中线，我们先把这个线调整到277。好，另外我们还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是在
273附近，273是这根 K 线，也就是缺口的上沿。好，我们把图放大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两个位置。277，我们关注它的目的是在本周开盘之后啊，当日开盘之后，我们要看看股价，在277这个地方是会出现一个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我们看看它是否能够成为支撑，去推动股价反转向上，还是股价开盘之后277有可能会成为压力，而使股价呢出现下行。对，这是一个观察位。或者我们再说，股价一旦能够在277上方运行，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向上反转向上的。273我们要关注的是股价在当日运行的时候，如果在273上方运行呢，那我们说股价不至于出现一个大幅的回档，但一旦出现在273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回踩10日均线值，也就是会回补这个缺口。所以呢，这两个位置呢都有可能成为支撑。277是成为上攻的支撑，273呢会成为股价不再回档的支撑。对，好，这是我们说要关注这两个位置的原因。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由于今天是周一，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两条绿颜色的水平线是我们在之前上一周我们说在上一周当周的收盘，如果是股价出现上攻，可能会收在293附近。如果出现横盘，或者我们说的一个支撑位，如果出现横盘，收盘有可能会在270，这是我们给出的两个点位。其中水平线在275附近，我们给出的是当周的一个观察线，说如果股价在这个观察线上方运行很有可能收高，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很有可能会收低。那实际当周 K 线的收盘价是在274.43，在观察线附近，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呢，就是说它并没有站上前高，也就是6月19日当周的最高是在276.99，并没有站上这个位置。同时，在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这是一把天剑线，就是上影线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下影线很短。在高位的天剑线，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但是呢，利好的消息是当周出现的是成交量缩。当然在当周是缺少一个交易日的，即使加上一个交易日，我们按照比例来算呢，它也是量缩，并没有出现一个爆大量。因为出现天剑线，然后如果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证明是有卖盘出现的。接下来一周，如果是开低，那股价会出现回档。但是，一旦出现量缩呢，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如果股价高开，那很有可能会推动股价继续上行。出现天剑线没有爆大量，说明是卖盘并不积极，对，所以依然是有大量持股的。那这样一来，在接下来一根 K 线
只要有多头力量的介入，一定会推动股价继续向上测试，就是要站上这根天剑线的最高。对，我们再补充说明，天剑线日后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当然，一旦跌破这根天线线的最低，甚至如果跌破当周新生成的周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那么在周 K 线图当中将会预示着股价出现回档。好，这是我们对之前信息的回顾，还有对当日 K 线的一个解读。那当周收盘价没有站上前高，也就预示着，就是说再出现长长的上影线，也预示股价会回档。那么对于接下来本周开盘之后，我们要给出本周的一个目标位。本周如果有多头力量的介入，继续推动股价上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到达307。好的，然后呢，如果出现回档，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我们下方给到260，有可能会收在260附近。我们要给出一个理由，就是我们确定的这2个位置啊，是根据目前股价走势和各条均线值的测算来给出的这2个位置。也就是说，股价只有继续叫做上攻，才能维持这样的一个均线的上行的水平。如果不能够向上到达307呢，我们认为很有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而到达260。所以我们推算的这个所谓收盘价的一个位置呢，是根据均线值去测算，到达这2个位置，不至于使这样的均线值发生大的背离。对的。好，那么在周中的观察位，我们要给出是275，我们还要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已经是到275了。好，我们还保留这个线。275呢是周 K 线图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的一个位置。那么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呢，对不起，是有误。对，当周新生成的5均值是在272，275是上周的观察位，我们把它调整到272。它也在这个缺口的上沿，也在前一周周 K 线图这根 K 线的下沿。对，那为什么我们要关注它？也就是股价在当周如果能够在272上方运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上攻。但如果是在272下方运行呢，那股价会出现深度的回档。一旦出现深度的回档，我们会看到，如果收盘在260附近，它会跌破5均值的。那跌破5均值呢，我们说股价将会进入一个深度的回档。对，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一个说明。那么在本周交易日的视频制作当中呢，我们还有可能在周中来回到周 K 线图来进行观察。好，这是对周 K 线图的说明。
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目前有一个多头的仓位，是在2023年7月3日收盘价在279.82这个位置给出的建议，实际的可操作性是在7月5日开盘价应该比这个收盘价成本还要低，对，5%进场做多，那目标是292，至今股价都没有到达这个位置。然后呢，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次是267、271和260。在7月7日当日，我们给的是260，我们是大幅拉低了这个止损的位置，因为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20均线值将会成为支撑。对，因为这个仓位并不大，所以到了7月，我们说在7月7日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这是不可以进场加仓的。那到7月10日，我们依然是持有这个仓位，因为它没有被止损出场。那在7月10日，我们要给出止损的位置是守262，我们守20均线值，也就是股价收盘价只要没有跌破20均线值，这样一个做多的仓位是我们可以是继续持有的。因为在目前的判断上，或者从感觉上说，股价还会有一个冲高，对。那只要有冲高，目前那么股价它是不会出现一个深度回档的。但是如果股价回踩了20均线值，然后出现反转向上，那我们认为它就不是冲高，那这将更有利于股价后续的上行。对，所以我们希望它是能够回踩20日均线值的。所以这样一来，我们目前持有的这个多头仓位啊，为了不被止损出场，我们要大幅下移我们的止损位，我们要守20日均线值，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仓位的总的仓位值并不是很高。对，好，这是对于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7月10日，如果是低开盘，一定会有空头进场，而且是大量的空头进场。那他们的目标是260，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要使股价目前的趋势转为空头。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守285，也就是守前高这个位置。好，这是一个空头的进场点。那如果股价出现了高开盘继续上行，那我们认为在285，也就是前高附近会有空头守在这个位置，他们会进场。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呢，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上方的趋势线，是在如果对于7月10日来说是在293附近。对，这个位置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我们刚刚分析当中也说了，这条趋势线和之后交易日 K 线的焦点啊，都是重要的标志。好，当然我们补充说明，并不一定说站上这条趋势线，股价就会一路向上。它也有可能突破趋势线之后继续出现回档，然后再突破，然后向上。对，只是我们说一旦突破这条趋势线，那这样一个下行的趋势将被测试到。一旦被测试，那后续股价一定会再去测试，就是
这个趋势线的压力会被减弱，一旦被测试过的话。好，那以上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1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我们来看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76到278。第二个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在281，这是一个压力位。第三个压力位是284，是前高。然后再向上的压力位是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293，我们给出4个压力。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下方的缺口是264到273。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65到266，在这个缺口之内。好，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是在262附近。第三个支撑是260。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2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反转向上，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如果出现反转向上，它将是高开盘，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4，在这个位置。最高上方会到达282.5，收盘会收在280附近。这是第一个点位。第一个点位我们认为会超过就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附近。第二个反转向上，我们认为有可能会突破285，对，也就是在这个高点附近，有可能会超过它，有可能会低于它。好，那第二个点位我们认为也将是高开盘，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或者我们认为应该是跳空的高开盘，对，才有可能。然后呢，最低股价会回踩到278，最高上方会到达286，然后收盘会收在285附近。那这2个反转向上，它们共同的条件就是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那么另外一个条件分别是在盘中不低于273。如果是这样，会收在280。如果在盘中不低于278，那股价会收在285。对，好，我们会在文字说明当中把它写清楚。好，这是股价的反转向上。另外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一个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76.5，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66，然后收盘会收在268.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7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